你利欲熏心，身为王子，竟然试图造反！你做这些，怎么对得起雍州无辜战死的战士？凤兰溪，给我死！一己私利，毁安宁，惹战乱，愧对天下，是让你清醒的时候了。菊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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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菊儿。冯兰溪，你不能杀我，你也不敢杀我，因为若你死，外面就会有人点燃你埋伏好的黑火药。启禀父王，儿臣受兰溪所托，已将宫宇四周的火药清理完毕。好，冯长，姑给你记一大功。即便如此，那门外的大军，恐怕你们对付不了吧？贼首已负罪，尔等还不速速投降？放下兵品！与我入殿，这里有人受伤，交给我吧。好。大王，微臣护驾来迟，叛军贼子已就地正法，叛军已投降。好，马上把封举、百里氏，还有奸细王佐拿下。父王，杜倩娘、凉国公已带到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请父王定夺。大王，大王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们都是受他蒙骗，受他利用，他罪该万死。王后，你在说笑吧？若你没有这个心思，老夫我又怎么可能推波助澜呢？是你，就是你，是你要我给一哥下毒，从一开始就是你拖我下水，等到凤兰溪找到证据，你又撺掇我逼宫谋反，是你，就是你！别再说了，你对一哥娘娘就没有愧疚之意吗？大王，都是我的错，雪儿是无辜的。他一路招兵买马，召集军队进攻雍京，刚才还在这儿逼宫造反，他怎么可能是无辜的？父王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今日我非常痛快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你面前小心翼翼地活着，连口大气都不敢出。稍有哪儿做得不好，就要承受你的雷霆之怒。这样的日子，我再也不用忍受了。你是姑的儿子，姑对你管教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您对我的好，我可承受不住。您看看您这另一个儿子，他为您尽心尽力，您对他的好，就是废掉他的武功，把他赶出雍州。就因为他太有能耐，你害怕他夺取你的王位？胡说八道！父与子，君与臣，伦理纲常，是非对错，可以辩，可以护，但绝不是你逼宫行凶的理由。二哥，你也太道貌岸然了，我就不相信，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把所有人踩在脚下。那些嘲笑你的、
迫害你的，从来不用正眼看你的人，你就没想过让他们都臣服于你？还有这个从来不曾关心过你的父王，他的眼里只有权力跟王位，连自己的儿子都要防备。若他有过半点真正关心你，你就不会直到现在才知道自己母后的真正死因，你就从来没有恨过他。你说完了吗？把他压下去，把他们都压下去！儿臣拜见父王。免礼，上前来。坐这儿，快。昨晚姑一夜没睡着，你睡得可好？儿臣梦到了母后。姑有些对不住你母后啊，对你的关心也很少。你如果有什么怨气，也很正常。儿臣从未对父王有过怨气。儿臣知道，父王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父亲，还是整个雍州的王，有太多地方需要父王了。儿臣理解。你有时候啊，就是太懂事儿了，以至于姑觉得咱们父子之间有些生疏啊。也罢，现在姑只有你这么一个继承人了。以前姑什么都想把他抓在手心里，结果到头来什么也没抓住。这世子之位，姑已经决定给你，只是姑想知道接下来你会做什么。父王想我怎么做？地势渐危，各州虎视眈眈，王相之事你也看到了，冀州的狼子野心，诡计多端。在这局面之中，我雍州该怎么办？以后就要看你的了。你在这个位置上，不管是后宫还是朝政，都要更合乎正统些，别在那江湖上瞎混了，以免引起非议。是，儿臣谨遵父王教诲。还有这婚姻大事，还是得找一个对雍州有用的。随你吧，既然你坐上了这个位置，以后事事都会替雍州打算的，对吧？当然。那就好。
你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大王，王后娘娘已经安葬了，三殿下的疯病并未好转。王位换孤寡，看来这是天命啊！一个娘娘在天有灵，能看到你今日登临世子之位，定然是欣慰的。我要感谢你，我初入江湖，便遇到了你，正是因为你，才让我看到了人间的美好。也正是因为有你相伴，才知这天下真情。皆是因为你，我才能再见人间。孤关王子封兰溪，行为示范，品行上优，忠君爱国，更有澄澈天下之志。故今日特封封兰溪为我雍州世子。请世子殿下。请大王为世子授印。今日孤封你为雍州世子，望世子今后以振兴大雍为目标，以佑护雍州百姓为己任，肩负天下，就辜负了列祖列宗。儿臣谨遵父王教诲。臣等叩见世子殿下。母后，儿子来看您了。当日陷害您的人，如今也有了应得的下场。愿您在天有灵，得到安息。母后，今天想让你见一个人，是儿子想一生陪伴的人，他叫白凤溪。一个娘娘，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保护兰溪，好好照顾她。您放心吧。
雍州暂时尘埃落定了，我也该想着下一步。下一步？娶你。我带你来见我母后，特意告知双方，这才显诚意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不是，那就是愿意了。你套我话。白凤溪，我认真的，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就一辈子也不能后悔。想好了。参见。无需多礼。是青州出了什么事情吗？大哥说过，若不是出了事情，不会让你们来找我的。回禀殿下，青州如今面对幽州大军来袭，但世子迎战尚无为情，只是大王病重，世子让我请您回去一趟。父王病重，是突然的还是？为何之前没有消息通知我？大王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了，之前世子是怕您担心，所以……我知道了，我会尽快赶回去的。是。做了些点心，你尝尝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七吾说过，你是雍州百姓的希望。从前我不这么觉得，不过现在，我相信你。面对国家跟百姓的时候，个人的事情总是微不足道的。你也不是曾经的黑狐狸了，你现在是承担着雍州重任的世子风兰溪。今日，我就借着一轮明月，祝你从今往后得偿所愿，海晏河清，守护雍州的百姓。今天的你倒和平时不太一样，不仅亲自给我做糕点，还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我这是替你高兴。今天登临之时，你可知我在想什么？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若你在我身边，才算是十全十美。为什么江山与你，二者不可兼得呢？有些事情，容我以后再跟你解释。黑狐狸，我可能要离开雍州一段时间。我陪你回青州。你知道了。我原本以为我的身份足够神秘，没想到你的来头更大，反倒是让我有些意外。我说过，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青州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既然知道，便不可能让你独自面对。雍州的事情你陪我一起，难道青州的事情要我置之不理吗？可是我说过，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我现在只是你的黑狐狸，不是雍州世子风兰溪。你忍心要赶我走吗？
我们即刻出发。好。希云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大哥为何不早些告诉我？父王怕你担心，不让我和你说。他也跟你一起回来了。他担心我，所以跟我一起。如今在偏殿等待。这一路倒是有了他照顾你了，我还放心些。日后要有什么，有人陪着你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父王，是女儿不孝，女儿都不知道父王的身体。父王没什么大病。再说了，父王见到你，病就全好了。快起来，孩子，快起来，快坐下。哎呀，孩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父王高兴啊！这些年，父王听说了不少你的故事，确实非常传奇啊！父王为你骄傲。姑的女儿，聪明、美丽，而且文武双全，就是天下的男儿也没有几个能比得上你。唉，你看，如今幽州、冀州合力进犯我青州，谢月一个人既要操心政事，难以分心带兵打仗。冀幽两州来势汹汹，他们早有预谋，我们终究落了下风。孤担心谢月不是皇朝的对手啊。父王，西云回来了，西云定会协助哥哥守护好青州。好，太好了。其实细看，口鼻之间，笑死你母后，可是性子却不像她，孤傲要强，很好。父王和你母后青梅竹马，少年夫妻，恩爱非常，又生育了谢月和你一对优秀的儿女，父王足以孝为人生了。父王怎么样了？已经睡下了。父王的身体我看过了，撑不了太久。父王病了多久了？1年前，父王的身体就不太好了。1年了。这1年我就只顾着自己在江湖上游山玩水，忽视了父亲年事已高，最该尽心的时候却不在身边。不怪你，父王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他也不想看到你为他悲伤。只是眼下情况紧急，我有要事与你相商。是前方战事紧急吧？父王与我说了，大哥，我愿意带兵前往战场。不行，你暂且留在青州，处理青州内政。可是大哥一直代替父王处理内政，对于内政而言，你更加熟悉。大哥，你就让我带兵前往战场吧。如今幽州的金衣记已至，狼城烽烟再起，我是世子，应当身先士卒。况且作为哥哥，哪有把自己的妹妹推向战场的？可是，此事不必在意。你放心，
有徐安在，有风云记在，我定会平安归来。只是眼下先帝崩殂，6州之争已成定局。若丢了朗城，那么青州在所有人看来就是砧板上的鱼肉。这一战必须旗开得胜。你就暂留在宫里照顾好父王，我定会传来捷报，也好让父王安心。好，我定会处理好内政，等大哥回来。好。母后，女儿回来了。青州大难，父王病重，王兄出征在即，一时间我却帮不上任何忙。以前有你们疼着护着，我自然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闯荡江湖也从未感到过害怕。可如今却害怕父王离开，王兄受伤。母后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每次回来都会来找你说说近况。此次兰溪也一起回来了，我与她相识多年，经历过大风大浪，她也从未离开过。她说过了，此次会全力相助我青州，希望这一次也能顺利的度过吧。母后，你放心，女儿长大了，定会担起责任。女儿答应你，一定会守护好青州的百姓。报，血月来了，幽州先锋军进赴，大王退兵了。什么？先下去吧。是。春然，不用担心，战场上的胜负不到最后一刻是不能下定论的。你为何向父王献计，一直佯攻朗城？以我金一计的能力，踏平朗城也是易如反掌。时机还未到，如果现在踏平朗城，定会影响奇袭青州的事情，到时候硬碰硬，将会是一场恶战。倒不如给对方制造假象，让对方放松警惕。这么说，你是在诱敌？只有让对方放松警惕，才能够诱敌深入。否则以幽州的国力，想要吞并青州，谈何容易？更何况，我听说风兰溪当了雍州的世子。难道驸马也在提防雍州？不可不防。不过，我也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可以瓦解青州的机会。可是血月来了，不就代表亲王身体恢复了吗？
那这机会从何而来？而且青州不止血月一人，还有青州公主风夕云。纯然，我们今日就先聊到这儿吧。好，那纯然先走。只是驸马，夫妻同心，纯然不希望驸马有事隐瞒我。放心吧。血月来了，征天记是不是也该入场了？对付一个血月而已，还用不着征天记。更何况，你应该知道我的打算。可如今战况，幽州必定损失惨重，到时候即便你收了幽州，又如何呢？你以为幽州就没有后手吗？幽王还没有拿出真本事。这的确是损失最小的一种方法，保存自己的实力，又能避免不必要的伤亡，一举两得。大王，风世子来了。都下去吧。是。雍州世子风兰溪拜见亲王，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免礼了。谢大王。来，坐吧。白风息，风息云；黑风息，风兰息。你们两个倒真是有缘分呐。不知大王召见兰溪，所谓何事？姑找你来，就是要看看姑的女儿眼光如何。大王觉得如何？不错，很好。不过，你的事情，姑也听说不少。你爱欺负人，对吗？但是，你唯一不能欺负的，就是姑的女儿。熹会把她永远放在心尖上。姑相信你，但是人生路漫漫啊，你们还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。不管怎样，你们心中有爱，要坦诚相待。虽然你们分别属于各自的国家，但是只要心一致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熹会的。姑这一辈子，全部心思都在政事和朝堂上，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，心中是有遗憾的。熹云虽然不说，可是姑心里清楚，他对姑是有抱怨的。可是没想到，他又找了一个操心国事的人。这也许就是宿命吧。国事固然重要，但是也要分出时间陪伴家人，否则你会抱憾终生。就算一个过来人对你的忠告吧。熹明白。姑的女儿选的人，我放心。今日幽王虽然折损了先锋营，但是他们的金衣计还未出。末将认为，这几日便是他们的总攻之时。
以徐将军之见，我们的胜算有多少？若无皇朝在侧，幽州必败。只是皇朝、御无元都在幽州的营中，就算征天计未出，但还是有变数的。今日我们刚打完胜仗，更应该乘胜追击，就让他们看看风云记的厉害。我们一定要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徐将军有话，但说无妨。是，殿下。如今先皇驾崩，6州争乱已起，不仅幽州对我青州出兵，商州、北州都在秣马厉兵。幽州的背后有冀州在扶持，末将实在担心我青州的未来。我之所以前来朗城，是因为西云回来了。公主回来了。青州的未来，我会和西云共同守护。后方有他坐镇，目前应该无忧。但是其他各州对我们虎视眈眈，殿下可有想法？这个局以后怎么破？我知道徐将军在想什么。青州历来未有征伐之心，世代守护的也不过是一方黎庶。将来天下统一，必然会有大国出现，到时若是在位者邪命，我青州必定会纳土归降。但是现在，如若敢有人打青州的主意，我青州必定会铁血还击。属下明白了。报！报！幽州敌军来袭，离城门不过1里余地。他们的动作竟然比我想象的还快，竟然今夜来袭。众将听令，全力抗敌！是。徐将军，我需要你护送百姓退至历城，我亲自前去迎击幽军。殿下，臣恳请迎敌。百姓的安危同样重要，迎敌有我。可是殿下，战场刀剑无眼，您的安危关系着青州的未来，请三思。徐将军，这一战至关重要，我亲自迎敌有助于增长士气，我也会保护好自己的安危，百姓的安危就有劳将军了。遵殿下令，臣必速速赶回。报！幽军约有2万人马来袭，前方抵挡不住，请求支援。其他人随我一起，全力抗敌！青州出战，你先去做准备吧，让血月有来无回。是。少主，血月已死。消息放出去了吗？不出几日，整个天下都会知道，是幽州杀了血月。哼，那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青州因为血月身死，跟冀幽2州已结下深仇大恨，这天下要争斗起来了。属下明白。巨须军培养的不错，但还需继续隐藏，待到时机成熟。是。事到如今，风息云也不得不加入战场了。七妹公主，风云记的人从前线回来了，求见公主。赶紧让他进来。是。
属下拜见公主殿下。属下，朗城失守了。朗城已失守。昨夜幽州军一起突袭朗城，世子率兵亲征，交战中中了敌军暗箭，毒发身亡。大哥现在在哪儿？现在就停在门外。你不是说要让父王安心吗？你不是说你要平安归来吗？为何我已将这务处理好了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你看看我。殿下。世子是为了保护百姓才牺牲的。敌军进攻前，世子就已经吩咐徐将军把百姓护送至历城。朗城剩下的人也已经撤离至历城。属下们无能，没能守得住朗城，没能保护好世子，请殿下责罚。请殿下责罚。百姓们都安好。将士们请起。你们拼死博弈，有功无罪。父王，昨天晚上，谢月来过了，他来看顾。父王，你都知道了。他就站在那里，他一直对着顾笑。他说他没有夺了青州的名号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他还在护卫青州的百姓。他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顾，还有你。他还说他想念你母后了。顾的儿子尚能挺直身子面对死亡，难道顾还不如自己的儿子吗？
只是苦了你了，孩子。你可知道，我青州第一代亲王冯独英，虽是女儿身，却是英姿飒爽的名将，追随威烈帝征战天下，立下赫赫战功，所以受封为王，是我大东朝里唯一的女王。如今姑走了以后，自然是你继承王位，你便是我大东朝第2位女王。父王放心，希云定会好好守护青州。你才智武功绝代，青州交给你，姑很是放心。只是确实，姑更希望你获得幸福，为你撑出一片天地，让你自由自在的玩耍。现在看来，你只能做自己的天了。女儿明白。当今天下，地势没落，各州人才辈出，正是风云际会之时。6州平衡的局面恐怕难以维持。如果你雄心万丈，就去做一个更胜先祖、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女王。父王所说，女儿全部记下了。希云定不会让青州百姓受苦。父王这一辈子对不起你母后，对不起你们，很少有时间陪伴你们。你可责怪父王？母后跟我一直把父王当作骄傲。驸马，于公子，这次我幽州取得如此大胜，你们2位功不可没呀！现如今我们夺回一城，下一步本王要一鼓作气，攻下整个青州。大王雄才大略，我与世子也只是锦上添花罢了。只是吴元以为此事不该冒进。这青州刚刚失去朗城，他们一定在养精蓄锐，准备最恰当的时机反扑。大王，不能硬碰啊！父王，儿臣也觉得吴元说的对，青州此时悲愤、气势，反而是最足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从长计议。也好，正好等一等冀州的征天祭。驸马，征天祭应该很快就到了吧？父王，征天祭乃是我们手里的奇柄，
你我知道，青州也知道，所以征天记自然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出现。好，那本王就期待着了。外面守着的那些人，无不提心吊胆，怕你一个失足从上面跌下去。你都站了一天了，喝点水，吃点东西。好。还有我在，跟我说说话。在这儿能看到一整个青州，这是父王跟王兄一辈子守护的地方。再远一些，就是王兄战死的地方。我没有亲人。不，你还有我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和父兄一样，守护百姓，征战沙场。无论你想怎么样，我都会陪着你。大王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爱卿平身，谢大王。父兄新丧，系因临危受命，愿与诸公一起夺回我青州城池，守护我青州百姓。诸位爱卿，可有退敌良机？臣以为，幽王不顾六州协定，对我青州开战，以示天下仁义。臣愿带领风云记驱逐进犯之贼，以其血肉祭奠先王，与世子殿下。驱逐进犯之贼。我青州的脊梁，果然是硬气的。承之听旨。臣接旨。锦衣记已犯我青州，孤将亲自迎战。刘清在王都坚固，守护王都。臣遵旨。齐树、林基，臣在，臣在。清点剩余风云记，随孤前往历城杀敌。是。孤不在的期间，望众卿家各司其职，
尽心尽力，勿负孤之所望。臣等必定不负大王。青州挂起了白凤旗。看来西云公主是想要效仿先祖了。我没想到这年轻的一代，竟然是她先登上了王位，只是不知道这只凤凰还能不能涅槃重生了。黑风息就是风兰息，白风息就是风息云，有趣啊！我以前就隐隐猜测过，只是还不能确认。有白风息在的地方就有黑风息，这一次想要胜仗并不容易。若我是幽王，自然知道退兵为上策，可是以他刚愎自用的秉性，又怎么会撤兵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若是幽王惨败，不更有利于你掌控幽州吗？话虽如此，但到底还是残酷了些。这可不像我认识的心怀天下的冀州皇朝啊！战场之上，不进便退。也罢，就当我提前会一会这黑风白息。箭在弦上，也只能如此了。臣有罪，徐渊与世子一同出征，却未能护世子周全，请大王责罚。将军请起。谢大王。将军护送百姓有功，何罪之有？将军经验丰富，熟悉战场，故之后还要多仰仗将军。家兄罹难，橘州痛哀，故与将军感同身受。与其一直在悲哀之中，不如化其为力量，收回失地，护佑百姓。臣一定不辱使命。这位是雍州世子方兰息，与孤一同前来，助孤攻打冀幽2州。说说现在的情况。根据斥候来报，金衣记的先锋将会在明日黄昏，或者后日清晨便会赶到。既然来了，自然要好好给他们准备份大礼。大王，可有什么打算？这里。义山。义山，金衣记必经之地。大王是打算在此埋伏吗？此山不高不险，山上也没有什么树，不能藏人。我们的大军该如何隐藏？山脚的马路3丈宽，大军可从此处过。义山山坡处有几处可潜伏的地势。这些年我四处游历，青州有几座山，每座山的地形如何，我还是有所了解。大军潜伏至此，静候金衣记，要让他们知道，我青州也不是可随意欺侮之辈。是，大王，末将愿意做这送礼之人。好，齐叔带领500人埋藏至此，等先锋军一到，立刻将其切成几段，切莫恋战。末将领命。金衣记挟持而来，那我们就杀他的锐气。传令下去，今夜巡守将士加强防备，注意敌情。末将领命。历城的百姓可都转移好了？谨遵大王之命，历城的百姓全部转移到阳城和齐城。历城的粮草务必准备充沛。是。诸位，此次金衣记之战，哀兵必胜，打一个漂亮仗回来，以慰已故王兄在天之灵。末将遵旨。
此次战役艰难，辛苦了。现在说辛苦，倒有些为时过早。我倒有个问题要问你。以你旁人的角度来看，你觉得青州的风云记如何？虽有万军，却不闻喧嚣。各将帅之中，每个都是令行禁止，能力极强。风云记名不虚传。冀州征天记有20万，幽州金衣记有15万，雍州不包括你的墨雨记，加起来也有20万大军。即便如此，你们都还需要更多的精兵良将，而我只想守好这一片青州，10万风云记足矣。你现在越来越有女王的气质了，我担心就快被你比下去了。我知道你是在逗我开心，但也只有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才觉得轻松一些。潇洒自在的江湖女侠白凤溪是你，英姿飒爽的女王风夕云也是你，那样都是真实的你。你要相信自己。知我者，莫过黑风息也。我也不负你知己之意。别担心，我定会在你左右。不光是我，还有墨雨记和饮泉水榭，都是你的后盾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不会让你拿家底来助我的。好，你说不用就不用，但我们说好了，你要上战场，我定在你左右，你可不能拒绝我。战场之上，刀剑无眼，变幻瞬息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更要在你身边。我答应过秦王，也答应过血月狮子，更答应过我自己。所以，你不用再劝我了。好，那我就将我这条命托付给你了。拼尽全力，定会护你周全。大王果然神机妙算，末将等人设伏，金衣记先锋3万，折损数千有余。这份见面礼，想必幽王应该十分满意。幽州先锋大军应于明日清晨抵达，按照姑的推算，他们会立刻攻城。大军才至，按理说他们应该休整1、2日再攻城才是。如果打算现在攻城的话，这位先锋将领，先锋大军未到历城，损失5000。这位先锋自然是想在幽王来之前占领历城，将功赎罪。你准备如何应对？先祖所创，血凤阵。预言兵书曾说，御凤即逃，御凤家封毒影逃，御血凤阵逃。但是幽州与青州争斗多年，应该也有应对之法。我想，你的意思是，要在现有的血凤阵上做一些调整？风世子，我青州的血凤阵闻名天下，与幽州争斗多年，他们要是有破解之法的话，早就攻打我青州了。可是我们要面对的不光是幽州。担忧的没错，幽州的军官可能看不出，不过皇朝和域无缘还是要有所防备。将阵头拿上来。大王，这血凤阵毕竟是我青州。
我风兰溪在此起事，绝不会泄露分毫。孤信他，将图拿上来。是。令祖创血凤阵，助威烈帝平定四方，是6王中唯一的女将。威烈帝对此感念至深，想娶她为后，和她平分天下。但是风毒影生性爱好自由，婉拒了威烈帝。威烈帝则把一方领土赐予他，而后以示公平，便分了6州。这便是大东与6州的由来。青州秉承和平，历代亲王不喜杀戮，血凤阵蛰伏良久，到如今才重见天日。青州向来如此，倘若人不犯我必不犯人。父王病逝，王兄被害，青州危矣。为护我青州百姓，不得不如此。报，大王，金系巨城门还有百胜人。应战。是。对面只出动了1万兵马，驾！哼，真以为伏击之后，便小瞧了我们幽州禁医计吗？儿郎们，一定要在大王赶到之前，将历城攻下，给我杀！岂有此理！废物，通通都是废物！3万大军1日之间全军覆没，这个叶燕是如何领兵打仗的？父王，请息怒。此次守城的是青州的新王风息云，此人久负盛名，叶将军此次肯定是因为轻敌才会导致全军覆没，因此我们更不能急于攻城。这个风息云不过是个黄毛丫头。于公子，你熟读兵书，可有破阵之法？启禀大王，此阵乃是青州初代凤王所创的血凤阵，据说此阵变化莫测，陷入此阵之人，如同被嗜血凤凰缠身，不死不休。当年凤王就是以此阵大败韬王，以一歼10，横扫千军，还从未听闻有人真的破过此阵。当真这么厉害啊？无缘，不敢妄言。那姑，岂不就是束手无策，退兵了事了吗？驸马，你的征天计何在？父王，此战并非不可取胜，但要想破阵，就必须得先关阵。所以，孟海听令，臣在，命你率5000精兵40攻城。遵命。我记得你曾给叶燕一个锦囊，里面难道不是破阵之法？还是说，你是刻意如此？
我确实给了他一个锦囊，也确实是破阵之法，只是这血凤阵多了些变化。风息云竟然如此厉害，恐怕不是他吧？凤兰溪，世子要想得这天下，这2个人将会是你此战的劲敌。我从来都不怕对手的强大，只是无缘，我们现在还不总攻，在等什么？在等幽王的杀招。你是说火炮？是，你我2人也正是因为火炮之术才来到幽州。可火炮之下，是覆城之灾，血屠之术。所以，这种杀气，更应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。幽王想以数千士兵为诱饵，引出血凤阵，寻找破解之法。他一定会瞅准时机，倾10万大军，来个横扫凤凰。但我的凤凰却已经做足了准备。幽王太轻敌了。启禀大王，风云记并未出城列阵，但我方已经损失了3000兵马，还请大王快下令收兵，否则……末将无能，请大王责罚。孟亥将军，你们暂且下去歇息吧。是。军师啊，大王，可有征天记的消息？还没有。这个皇朝是要看我与青州鹬蚌相争了吗？大王，属下认为皇朝确有此等计谋，但那是因为皇朝对我幽州真正的实力并不知晓。倘若我军大举进攻，恐会陷其血凤阵，少量进兵又会被其飞剑所退。不用多说，火炮何时能到？回禀大王，明日未时即可到达。好，后日申时就给我攻下历城。是。风息云这个小丫头，我看你这次还不败在姑的脚下。你的目的达到了。是啊，我在历城阻击幽王，为的就是逼他拿出这火炮。这火炮乃是天地之间的大杀器，若是这个进入到战争之中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因此而丧命。所以我要让他尽快拿出来，尽快毁掉它。所以，你让大军先撤退了。是。听闻火炮威力无比，一炮便可伤数百人，再坚固的城池也能被轰开。所以啊，我倒是想看看，它到底有多大的威力。你呢？自然是陪在你身边了。将士们，给姑把这个城门轰开！是。
护好火炮！可惜了，5门火炮就毁了1门。此时黄巢先生，这火炮在他手中，足以抵挡千军万马。我还有个办法，以退为进。风夕云和你一样，都盯着这幽州的火炮，不过他想的却是毁了它。幽州历时10年才造了5门，如今便毁了1门。不愧是风夕云啊！你心心念念的火炮被毁了，难道你不心疼吗？乌元以为这恰是一个机会，带我去查看火炮残骸，定能找到制作之法。毁了1门火炮，我却掌握了制造无数门火炮的方法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我所认识的乌元，为的是天下苍生。火炮是大杀器，我说过的。那也要看掌握在谁的手中。回禀大王，讲。历城城门敞开，且城内杳无人声，城楼上也只有穿着兵服的草人。风夕云那个黄毛丫头，肯定是怕了姑的火炮了，所以他们才逃了。传令下去，进城休整，追击风云记。遵命。历城之后是乌回谷，风兰溪和风夕云一定会在这里与金一记决一死战的。确实如此，昨日血空已经给我传来消息了。承天骑到了？快了。幽州能有如今复冠6州的局面，都要归功于前代幽王。只是可惜了，他的继承人竟然是一个如此刚愎自用、目空一切的人。那世子打算如何呢？自然是换一个人了。风夕云故意放弃历城，想必是奔着4门火炮而来。这不正就是他让幽王占据历城的原因吗？前往幽州营地破坏火炮，实在难度太大。历城是他熟悉的地方，如今能够存放火炮的地方，只有一处了。没想到历城之内还有这等密道。过了这个暗巷，再往前走，历城之中只有这里可以放火炮。青州女王，雍州世子，再次见面了。皇世子玉公子，好久不见。怎么，2位是打算把我们留在这儿吗？可有把握？本世子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凭2位的实力，充其量就打个平手。今日是老朋友相见，我想和2位谈一谈。世子是打算和谈，不知世子代表的是冀州还是幽州？我自然是代表幽冀2州来找你和谈。在我这里，和谈只有一种结果，那就是冀幽2州对雍州、青州俯首称臣。那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只不过在我这儿，得反过来。我很期待在战场上与世子一决胜负。我也是，皇世子，你埋下的碟子，我一直记着。到时，
因为我可要好好算算恩怨。这不正就是阴差阳错，才成就了你的世子之位吗？如今在雍州，世子已无障碍了吧？皇世子今日应该不是来叙旧的吧？你是为了阻止我们毁这4门火炮而来的？既然你们要毁火炮，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想要去火器营，先过了我这关吧。火炮之威这2日你们也见到了，此等杀气，真的允许他留在世间吗？作为玉家传人的玉公子，你也能够允许吗？长枪短剑，烈马雄兵，对于黎民百姓而言，哪一个不是大杀器呢？兵戈不止，毁了它，有何用啊？看来皇世子是要以这杀伐之力来终结战事了。我只在战场上一决胜负，绝不伤及无辜百姓。莫要对自己太过自信，与其将这杀气留于世上，不如即刻回去。既然2位执意如此，那就动手吧。火炮之事，孤势在必得，失陪了。去火器营。孤的火炮！快点！孤的火炮！什么人？这是谁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大王，是青州的人，火炮已经全毁了。西云，不要抓住他！这一仗我绝不会善罢甘休！快去救火！遵命。冯西云，冯西云，你给我等等！还不准备出手？还未到时候。风夕云这招，制敌先乱其心，很奏效。自历城起，连番举动已让幽王心烦气躁，手忙脚乱。我要出手，至少得先清楚敌人的手段，否则2军消耗之际，未必能全力奏效。这历城过后，是无赔谷，不知这次是谁有胸怀呢？总之不会是你我就对了。